嗨，大家好！今天终于记得把我的 GPS 带上了，好久没用了。但是我那个专门架 GPS 的一个架子呢，上次又不知道拉到哪里了，所以我只能放在包里了。今天呢，我起来以后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发现今天上午到中午的时候应该都是不下雨的状态，但是我骑出了家门呢，就看到这些地其实还是有点湿，还没有干透，然后天气呢其实也是阴沉的但是我已经迫不及待要到外面去骑行一下了。那我们今天呢还是打算骑出村外因为前几天呢广州一直是下大暴雨，这各种自媒体都在讲广州到处被淹的那种景象有点吓人。这个番禺市桥老城区也是一片狼藉，但是我想呢，现在应该洪水都退去了但是我就想今天干脆就骑到市桥也是好久没去了，看看大水以后现在的城区的一些状况。好，现在呢我就从19号大街骑出来。现在我骑行的这台小车呢，就是一款小步单车，但我已经骑了一段路了，少说应该也有个1-2千公里以上了吧。但整体感觉呢，还是跟新车差不了太多。但我在想它跟汽车一样你跑了一段路以后，是不是也要做一些保养？并且呢，有一些消耗的东西，比方说刹车片它是不是也会磨薄？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种螺丝是不是要重新来收紧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轮胎，它的这个会不会有微生漏，会漏点气？甚至呢，这个轮胎到了一定的里程以后它可能会老化，甚至会爆胎等等吧。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测了一下气压，平时我都加到90左右但两个前后胎呢都只剩了70多一点了，所以这样骑起来会很重。那我还是把它加到了一个比较标准的90上下。不是，谢谢，不是。所以呢，现在我打足了气，骑到了外面我会感觉舒适很多。现在呢，我是打算
从祈福新村最东面的那个门出去，走一段四广路，然后呢，看看从哪里找一条比较好骑的路呢，骑到市桥老街去。目的地呢就是市桥水道的江边，因为我知道那边呢是最多当地人在那边休息。再去看看啊，连日大雨以后，好不容易等了一个白天晴天，而且传说前几天被水淹的那些街道啊，一片狼藉。但是我相信呢，很快啊就会清理干净，看看大家是不是恢复了秩序，正常做生意。好，现在呢，我就向着东面的那个出口骑过去。昨天呢，我只是在下雨的间隙啊，就在村里骑行了一下，就骑行慢聊。可能是我把这个相机啊放得比较平，结果回来在编视频的时候就发现，它这个镜头啊自己会转向啊，尤其你是在拐一个弯的时候，它就锁不住。它就会跑的，把你想要拍的这个主角，比方你明明对着自己，它就跑偏了。所以呢，花了很长时间在软件上做了一些调整，尽可能的把它调回来，但是很麻烦，效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就不知道是为什么。所以我今天呢就把这个角度啊稍微调大一些，就把这个自拍杆呢稍微调高一点点，这样呢就拍出来啊人呢这个就不是那么的看上去啊宽阔，但是希望后期不要调太多。因为我觉得360相机最好的一点呢，就是它就是个傻瓜拍法，你不管放在哪里它都可以拍。在你需要的镜头呢，你在后期的剪辑的时候就可以去调整。那最不好的一点呢，也是这个，因为你在后期编辑之后啊，视频的 size 太大，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放在这个编辑上，我觉得这也是挺麻烦的事。好，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村外了，顺着这条道一路下坡，就可以去到前面的四广路。
现在呢，我已经来到了市广路上啊，开阔的大马路。原本呢想走东一路的，看到这个红绿灯啊，就是我有时候经常会吐槽的，因为它分成两节，即便是你等到个绿灯，过到马路中央呢，它依然还要再等一个红灯啊，中间等的时间会很久，所以很多人呢就不顾交通规则啊，直接就冲过去，特别是那些电单车的，还有行人。但我觉得呢，还是按照交通规矩来，所以我就干脆放弃过马路了，直接在市广路上面呢，沿着这条骑行道啊，继续往前骑。
西广路这条马路呢，经过了多次改建，终于呢变成了一条高质量的大道路，而且呢它有专用的骑行道，这个呢我觉得还算是比较贴心的，使得这些骑行的人呢可以在这条有着骑行道的大路上比较畅快也比较安全的骑行。前方呢就来到了这个你看皇冠标志的大罗城，就是这边的一个所谓的珠宝城好，现在呢骑过大罗塘珠宝城我们继续沿着市广路向赤桥方向骑行。前方呢是西环路，那我就顺势右转吧，到西环路上面去骑一阵了。我记得在开花的季节走过这条西环路，这些大树呢都会开非常漂亮的花，像紫荆花，还有很多路中央的那种
黄铃花，各种各样的花呢，争奇斗艳，还是蛮好看的。但现在呢，已经到了秋季了，这些花呢也都败掉了，也没什么风景可看。现在你看左侧这些跨过十字路口的高架桥呢，都已经建设完毕了，就确保西环路成为一条快速路。前方呢就是四桥、三桥，我要骑到四桥、三桥上面，再下桥，这样呢就到了四桥水道的边上，我就可以从那边呢沿着四桥水道骑一段。好，现在呢骑过鱼山西路啊，继续顺着这条西环路向前骑行。以前呢，如果要去沙湾古镇啊，我都从这条路骑过去的，稍微有点远，
后来呢，有了景观大道啊，特别是起伏后面开了一个莲花大道。莲花大道出去呢，就是景观大道。下了景观大桥呢，就到了沙湾古镇，应该要近很多的。所以现在这条路呢，我就走的比较少了。前方就是4桥、3桥，现在我要骑上桥去了。其实我突然发现没有必要上桥。就在边上这条匝道呢，应该就可以拐到左侧4桥水道边上去，根本没有必要骑到桥顶再推着车下来。现在我正对着呢就是沙堤路啊，我无数次从这边骑这条4桥水道的地方。这就是4桥水道，我的旁边的牌子上写着沙堤路，就从这边呢一直可以骑到景观大桥，拐到景观大道上。那我今天呢要走一段相反的方向。现在呢，我骑过这条4桥、3桥的桥底下，沿着4桥水道骑到4桥的老城区去。
我们来看一看啊，有些天没有来过的石桥水道，这个底都露了出来了。看来水少了很多啊，不像下大雨发洪水的样子。还是说这个河里的水被排得过度了，干脆到下面去走走。你看啊，这些河床都见底了。这些河里有些很漂亮的白鸟，不知道是鹤还是鹳啊。好，那我们就在这个清水的道上向前骑吧。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河底的光景，想必这条河道呢已经淤塞，它这个河的深度啊已经很浅了，所以这个河水稍稍一退潮，或者人为干预一下就见底了。原本我们以前觉得它是可以开大船的一条运输的通道，看来并非如此，很容易搁浅的。可是呢，可以想象啊，石桥以前成为一座古代名胜，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拥有天然的水路，就是眼前的这条石桥水道啊，促进着这边的各种生意。如果没有这样的水道啊，古代是不可能建成这样的人丁兴旺的小镇的。河里的水虽然不多，但是这个岸上的水还是太多了一点了。哦，眼前呢就已经是西丽大桥了。虽然天气比较闷热，但桥底下还是有很多在这边乘凉，在这边闲聊的当地人。你看，很多的小朋友在这里。这边老百姓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你看，左侧那些石桌子、坐在石凳子上的居民呢，还是一如既往的玩牌，做他们开心的事。我的右侧的这艘河里的水上人家啊，就还是停在这边，没有什么两样啊。前面还有一艘。我们来吃点点心啦！你看，右侧还有一艘船，还有一户水上人家。
虽然呢，我很难加入到这旁边玩牌的、闲坐的当地居民的生活行列当中，但我倒是蛮欣赏这种生活自由自在的。他们也没什么特别的想法，就是活在当下，就是让眼前的生活过得安静、平坦。我觉得也挺不错啊。今天好像少了一些唱乐曲的爱好者，但是钓鱼的人依然不见。你看这一路排过去都是渔竿。看到左侧的街道干干净净，并没有什么镇水的痕迹啊，或者这边水来得快也去得快吧。前方呢又经过一座桥，叫光明大桥。这座桥呢，它是一个可以抬升的桥，虽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抬升起来过。就如果有大船的话呢，它是可以上升的。你看它四周的4根大柱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升降机，所以中间的那个桥面呢，其实就是一个升降的部分。我们来看一看这座桥。你看看这座桥呢，看上去有点不同啊。它是钢的架构，四面呢有柱子，中间那个部分呢，在需要时候可以抬高，就有点像最初海珠桥建的功能。当然，现在海珠桥中间那个部分已经不能活动了。好，现在呢，我过了光明大桥啊，继续顺着4条水道边上这个河岸的路呢骑一段。对面呢有一个叫群园的古色古香的楼，相信应该是中学的一部分吧。但是以前呢，应该是一个有名的园林吧，可惜我没有进去过。你看看这些榕树啊，它们那些枝叶都是向着水稻的，不知道是风造成的，还是它们就是向往有更多的水分。这边呢就到了平安码头了，这边有人在唱乐曲。伴着这些悠扬的乐曲声，这边很多当地的老年人呢，还是跟其他地方一样啊，都在这边打牌，做各种休闲的活动。大部分都是老头，但是也有一些妇女参与其中啊。这边呢还保留着一些当地的民俗、仿古的建筑。
没事的时候呢，我就喜欢骑着手单车，就在这种环境当中缓慢的穿行啊。我相信很多人跟我应该都是一样的。看看这种生活的景象，原汁原味的这种生活，是不是你我都向往的呢？看到他们用一种简易的笔记本电脑，连上音箱，加上一个支架，就可以在这边开唱，自娱自乐。当然也有人呢喜欢一个人在那边收听广播，还有呢3、5个人呢守株待鱼。前面呢原本是4桥1桥啊，但是前1、2年已经拆得干干净净，现在呢正在建一座新的4桥1桥。原来这边呢还做了一条便道，是可以让你去到河的对岸去的。那既然这样呢，我就借这条原本4桥1桥的便道，骑到河的对岸去看。还不错啊，虽然桥拆了，车不能通了，但是还给老百姓建了一条便民的便道，单车步行还是可以通过4桥水道。
现在这条路呢叫南堤东路，这里来的比较少，以前也就是开车经过而已。但这边呢同样是市桥水道，但是感觉呢已经有点出了市桥的老正。这边呢还有一些卖花的这种商铺，摆的满满当当的各种各样的花卉啊，还是蛮漂亮的。这一路都是。原来呢，这边是德信花牧场，想必这边都是种花的农户。那前方呢，这座大桥就德信大桥了。左侧呢就是市桥水道开阔的河面啊，而这条大道呢也不窄，但这边呢好像更像一些相对偏僻的地方。不要说我相信当地人应该也很少到这边来光顾。所以你要问我现在去向何方，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这条路还不错，就往前骑就对了。
现在呢，我还是骑过了马路啊，就到这个江边再来骑段吧。现在呢，我继续在南堤东路上骑行。前方呢，我感觉就应该要到番禺大道了。就那边的这大桥呢，应该是4桥2桥。那我就在这边呢，结束我今天第1段的骑行，也随意呢跟大家做了一些闲聊。你看啊。这边呢好像也在修整一些河道，做了一些清水的平台。那我们就在这边呢跟大家拜拜，一会儿见。